这一期是处理了2颗卡特兰，都是年初刚收的卡特兰，处理完之后的结果就是这样。这其中的一些灵机一动的小心思，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。这一颗是那颗黄色的，来的时候是带着花的，现在花嘛早就没了。最近这些日子我就觉得它一直不太对劲，整体植株偏黄。这还有一个我已经剪掉了干掉了一个假鳞茎。兰花遇到问题，我们就像是程咬金的招数实在不多，打开看看根部换换盆，无疑是其中非常有用的一招。有很多的问题在换盆当中就能发现并且解决掉。这颗气色不佳，您是不是透过屏幕也能感受得到？它的叶子不仅黄的还特别不均匀，并不像是那种因为光照比较多而呈现出来的黄，这是一种病态的黄。看起来有不少烂根，它曾经非常的强健，瞧这根密密麻麻的，再仔细一看，其中有不少的根已经烂掉了，比较有可能是来到我这儿以后出的问题。来的时候还是冬季比较冷，水可能给多了。这棵使用的是浅盆纯树皮的栽种方式，盆底下并没有垫石头，根儿是一直接触到盆底的，盆外面有一点水都会泡到根。所以这种方式如果外面加水盘就要特别小心，最好是用石子垫起来。这应该是分株繁殖的一棵，这是切口。出问题的这个假鳞茎就是切口附近的这个假鳞茎，而在另外一侧它已经开始长新的根。这是刚刚换下来的盆，我打算接着用，但是处理一下放了一个瓶子底儿，这也是之前剩下的旧瓶子，剪了这么一个底儿，用它做支撑，让根部更加的透气。切口这一侧干黄的这节假鳞茎我就暂时不动它了，动完我怕是还会有新伤口。但这个位置呢，我是喷了植物杀菌剂，用泡沫把整个植株垫高，让根部也离开盆底，这样在需水量比较大的季节可以给它一个水盘来保湿。我这些球不是乒乓球，是一些泡沫球，实心的，但是很轻。曾经有花友留言说用乒乓球扎上孔放到根部增加透气性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，可惜我手里没有乒乓球。重新放进盆里，切口这一侧尽量靠近盆的边缘，因为它不是生长的那一侧。看到这个有新根的这一侧嘛，也有新芽儿，这侧尽量留出比较多的空间，这是未来长新的假鳞茎的一侧。接下来就是把植料填满，我还使用了它之前的一些旧植料，当然是挑了一些觉得状态比较好的。另外我还增加了一些桃粒和珍珠岩。卡特兰换盆的时候，最好从原有的旧植料里挑一部分带过来，主要是为了把一些有益的菌带过来。我自己给兰花换的盆通常下面都会有石头，所以再次换盆的时候我会把原盆里的石头捡过来，石头比较不容易带虫。换好之后就是这样，加个水盘也还可以，这个高度。水盘存水基本上泡不到根，如果像它之前那种底下没有垫起来，水盘就不太方便加，一加上水盘就直接泡根了。所以之前的那种盆栽方式可能更适合比方说湿度比较大的兰园，或者说特别有时间能够保证浇水，在需水量大的季节可以很频繁的过来浇水，能做到这样，之前的那个盆栽方式就是非常合适的。很显然这跟我的情况不太相符，我不能保证每次都特别及时的过来给它浇水。
我更喜欢的方式是在我忙的时候，它也能够自己好好的活着，而且这样的方式也已经找到了。用273期里的这种盆试了1年多，效果非常好。776期根据这个原理又做了新的盆，这是776期换盆的那2颗今天的样子。所以我更希望给卡特兰用这样的盆儿。不过我刚刚换盆的这颗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足够大的瓶子，所以只能变通一下，外面加个水盘。第2颗卡特兰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瓶子，原本是计划参照785期的方法给它做一个这种存水瓶，瓶子基本上做好了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改成这样了。意思就是我偷懒了，直接给它套在外面这么用了，因为这样也是可以存水的。原因是我觉得它长得也挺好的，那个小芽儿已经那么粗壮了，不想过多的打扰它。外面这个盆儿打孔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这么用，所以最低的那个孔打的其实有点靠下。如果早知道是这么用的话，最低的孔应该再打得高一点，打得高一点可以多存一点水嘛。您看孔的这个位置，水位最高也不会泡到盆，除非雨下的特别急，它来不及排，但是只要雨一停，水位就会降下去。这样的设计保湿又不会泡根，它的原理跟这些瓶子是一样的。看起来我又需要搜集各种尺寸的容器了，给那些卡特兰们都套上一个这样的外套瓶，这个夏季就好过多了。夏季是卡特兰的生长旺季，水的需求是比较大的。其实1年4季都可以这么套着，区别就是冬季这么套着可能几乎不用浇水，夏季这么套着还要浇点水。好处就是在夏季如果您很忙或者其他事情忘记浇水，有这点水作为保底，至少能够盯一阵儿。还有2个最大的好处，一个是它的湿润度可以持续而且均匀，因为持续不断的有水汽蒸发出来给根部加湿，水分蒸发的速度与温度一定是正相关的，就是温度高蒸发的快，温度低蒸发的慢。这大致跟卡特兰生长的规律也是相符合的，温度高的时候它生长的比较快一些，当然这个高是一定程度之内的高。这样的外套瓶还有一个好处，虫子从盆底爬进去就变得不太容易了。我在下面又加了一些碎石，降低重心，增加稳定性，不过同时也挤占了一些水的空间。下面的水存的不是特别多，所以我还是要时常注意，尤其是炎热的夏季。如果您也打算做这么一个套盆，让下面的空间稍微大一点，可以多存一点水。盆不一定要是透明的，不透明的可能还更好，不容易长绿藻。透明的比较方便查看水位，水没了能够及时发现。这颗细雷利正好在旁边，看一眼吧。没有任何反应，1个多星期之前做了处理。目前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伤口已经愈合了。我又仔细查看了一下这2颗，主要是查看盆下面的水，发现水还有不少呢。我还没有浇过水，但是中间下过雨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一方面是省心，一方面是它能够持续的保湿。